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巨头比亚迪此前在中共当局的大力的扶持之下，可谓是风生水起。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滑，比亚迪也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衰败。而且呢，其打着爱国情怀推销自己，但是却屡屡出现质量问题，也引发了车主们的强烈不满。看，比亚迪汉，又是崩溃的一天呐。这就是咱们国产领先的新势力啊！这个门，塑料的，叶子板也是塑料的，里面搞的泡沫给它填充。你要问我能削苹果的防撞梁什么车？那就是最近近期引起热议的比亚迪了。30万的国产新能源，1毫米的防撞梁，薄的和铁皮一样。毫不夸张的说，这个防撞梁可以直接拿来削苹果，这偷工减料成了常态。超薄的防撞梁加上筷子般大的悬挂，座椅调节还失灵。再重按最低标准来，我允许大家说比亚迪偷工减料，但是以比亚迪为标准，如果比亚迪偷工减料，那其他的都是垃圾车。这就是国产比亚迪，一年方向盘就这样，千万别一买。21年比亚迪秦 PLUS 刚上市的时候我买的，现在是车身底盘、发动机机舱生锈锈穿，然后车门生锈 ，A 柱油漆生锈起泡。我现在的诉求是让厂家给我更换白车身，然后厂家不给我换，要把我的车哪里生锈切割掉哪里，然后给换那一部位。咱就说买了2年的车，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这发动机空气滤芯外壳烤酥了，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隔音棉，你看看，一招就碎。哎，这个空气滤芯在这边还得要等7天，因为在乌鲁木齐新疆不好弄到这个配件。那这就是国产车比亚迪秦 PLUS， 给大家普及一下。2023年8月份落地，现在2025年10月份，才2年多的时间啊，已经开始生锈了。这就是国产的质量啊！你看这里2年多，才2年多。再看看这里更离谱。用了2年多的比亚迪，车身底部经多处生锈。这个比亚迪，我是真不敢开了。城市里好好的，突然动力受限，一开始开着一出的，根本刹不住的，然后就速度直接没有了，直接瘫痪，按启动按钮也没有反应。从仪表上也可见，我的电量也不是很低，这不管你谁开，反正我是不敢开了。没想到吧？这我也没想到。哎呦我的妈！我这个是比亚迪汉的冠军版，刚好买了2年了，现在里程数是16万3000多公里，因为我是跑滴滴专车的。看，居然这个东西掉了，20几万的车啊！去 4S 换 4S 店换是400多还是600多我忘了。比亚迪，你真的让我很失望。那比亚迪除了容易生锈等问题呢，就连其自身的设计短板也让车主们恼怒而无奈。我这个怎么关不了车啦？怎么回事啊？奇怪，怎么关不了门呢？紧急制动，人都在旁边，你给我紧急制动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比亚迪天天谁吹它有多好。大家看一下比亚迪这个白痴的设计，把打泥瓦设计成车门的一部分，这多难受。垃圾比亚迪，我还得喷两句。开了4年，这破玩意儿谁开呀？后排坐着又颠，空间也不行。说实在的，我这开了4年，20多万公里，真是啥毛病都有。底盘筷子悬架又爱生锈，电耗还高，还有就是降价贼快呀！是我现在我这个车20几万公里，连4万块都卖不了了。不少车主都在吐槽比亚迪汽车容易生锈，叫我别买比亚迪，我非要买。这下好了，25年1月4日生产，3月1日落地的宋 Pro DM 非智驾版7月就生锈了，锈迹位置在前副车架的一个用螺丝链接的地方。我没有泡海水，没有长期在沿海盐雾腐蚀严重的地方，在南方也没有融雪剂，锈迹的地方也被轮子、底盘、悬架围住，不是我剐蹭了再生锈的。一名女博主抱怨比亚迪车在冬天还没有暖风，我生气了，做了个不能开暖风的车，也不提前热个车，不是热不了啊，车机连不上，一到冷的时候，一到零下冻一宿，完了第2天就连不上车机了。不能远程热那个开暖风了。开机。那夏天呢？夏天没事。夏天可以，冬天一冻就不能开暖风了。这啥玩意儿？天冷怕冷，脚底冻包凉。比亚迪号称是爱国情怀，但质量确实是堪忧。网友们纷纷晒出了比亚迪偷工减料的实拍画面。我觉得比亚迪这个公司真的需要改进一下，这个后防撞梁薄了跟个纸一样，你至少也得配这个级别的防撞梁吧。即使也去不了多少成本，你的每个月销量都在上升，配点好的防撞梁很有必要。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拆了防撞梁才发现，这个后面这个接口这个地方生锈了，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装好防撞梁之后再做栓洗的，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栓洗到位，也没有像防锈防腐的这个处理，才会生锈。比亚迪车自身质量不过关，车主开着也不放心。比亚迪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天窗突然间自爆，幸亏是有遮阳帘挡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BYD 开始悬挂，1连杆、2连杆、3连杆，这跟老头乐有啥区别？就这车用料行吗？细的比都细。拆开看看里面用料，咦，这是防撞梁啊，这么薄，都没有我们家菜刀厚。水箱挂件，塑料的。哎，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独万无兔的筷子悬架，看到吗？还没我手指头粗啊！就是3连杆，还不如啊用那个8独立悬架。这可是比亚迪的18万的宋7加 Plus。2025年的5月，有车主花费了24万元在广城苏迪有限公司购买比亚迪汉 L， 后续却发现了诸多的问题，包括仪表面板、门板有气泡，两侧壁柱有塑料板撞击声的异响，后排座椅下2个卡扣还换了一个，而且呢没有提前告知车主。前后排中央扶手水杯架晃动异响，主副门外装饰条敲响晃动，360全包脚垫铺设中划伤内饰板，而且呢也没有提前告知车主。前后备箱开裂，中控显示器自动雨刷按钮无法关闭，支架随便变道，险些发生了事故。雨刷器挡杆异响，右后门开关门有异响，车辆起步时呢，副驾座椅自动调节2秒，中控显示器异响晃动，右 A 与顶棚交界处塌陷，夜晚充电哨兵录制上百条无用的视频，主驾座椅无故改变已经存好的驾驶的位置。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这辆车买的时间却并不长，但是却有这么多的问题。看来中共高喊的遥遥领先又一次被现实无情的给击碎了。比亚迪车存在问题太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2025年的10月17号，比亚迪发布了公告显示，这次计划召回的问题车辆有115783辆，涉及2015年款唐系列和部分原 Pro 纯电动汽车2大批次。它们存在的问题包括原器件设计选型存在缺陷，驱动电机控制器主动卸放功能可能存在异常，在极端情况下将导致纯电驱动模式出现失效，而且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2021年2月至2022年8月生产的这批原 Pro 纯电动汽车车辆存在着动力电池密封垫安装不到位，从而导致密封性下降的问题。有句话叫做用脚投票。比亚迪车辆自身存在诸多短板，开车体验并不算好。那么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之下，自然也出现了库存积压、销量下滑的连锁问题。比亚迪今年10月份销量44万辆，可以说颓势尽显。我知道很多迪吹不服，我跟你说，迪吹我也是，但恰恰因为我也是，所以对这份月销44万的答卷我非常的不满意。你要知道，去年同期比亚迪卖出了10万辆，今年44少了6万，而且这还是在海外销量达到了月销8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国内月销量，比亚迪今年的10月份比去年的10月份少卖出去10万辆。比亚迪销量下滑，连董事长王传福也是坐不住了。2025年的12月5号，比亚迪在深圳坪山总部举行临时股东大会。王传福说，今年比亚迪国内市场销量出现下滑，一方面由于比亚迪技术领先度不如前几年，而另外一方面低温充电速度慢等用户需求痛点也亟待通过技术予以突破。之所以让王传福都坐不住，并不得不承认自家车的短板，是因为产销快报的数据说了实话。2025年的11月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是48万辆，同比下滑了 5.3%， 环比增长了 8.7%。新能源乘用车销售 47.5 万辆，同比下降了 5.8%， 环比增长了 8.7%。但剔除11月份的海外销量以后，可以发现当月比亚迪的国内销量是为 34.3 万辆，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下滑。中国电动车产业在过去一直是极度仰赖中共的补贴以及政策支持，所以才能在低工资、低租金和低利率的条件之下，不断用低价策略来冲高销售量。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专任教授孙国祥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在需求端，内需市场已趋饱和，加上收入下滑和消费信心不足，使得中国市场难以吸收过去几年因为补贴与地方政府投资而爆炸式扩张的产能。另外呢，在供给端，车厂之间也陷入了长期无法结束的价格战，大量企业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导致了除了少数龙头像是比亚迪之外，多数企业已经呈现了持续的亏损。他指出，随着欧美掀起反补贴调查，提高关税，强化原产地的要求，中国不可能再靠外销来消化过剩产能，使得整体产业进入了内外接冷、结构失衡的阶段。2025年的10月30号，比亚迪公布今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今年第3季度比亚迪营收是1950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约是 3.05%， 规模净利润是 78.2 亿元，同比下降竟然高达 32.6%， 扣除非净利润 68.9 亿元，同比暴跌了 36.65%。这就显示比亚迪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而且比亚迪在今年前3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408亿元，同比下降了 27.42%， 现金流恶化速度竟然比利润下滑速度还要快，这就表明比亚迪的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或是有存货积压，或者是回款困难等问题。这样呢，就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比亚迪的库存大量积压的问题。
那么在财务结构方面呢，数据显示，比亚迪现在总资产是9019亿元，比今年年初增长了 15.14%， 库存产品价值竟然高达1530亿元，比年初激增了 31.83%， 而且呢，在建工程也达到了488亿元，比今年初暴涨了 144.51%。这就显示期内比亚迪产能仍在大规模扩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长期借款高达612亿元，比今年初激增了 641.10%， 而且呢，其他流动的负债也高达217亿元，比今年初增长了 300.18%， 显示比亚迪债务负担正在急剧的增加。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比亚迪今年前3季度净利润同比跌了30%，而负债呢却激增了好几倍。2025年的11月，比亚迪以 30.7 万辆的零售销量仍位居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榜首，但是同比下降不置可否的高达 26.5%。中国成联分会协会秘书长崔东树向漏媒表示，中国汽车市场在年末的时候出现销量明显下滑的情况很少见，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出现缩减或暂停时，加上新能源车购置税优惠从明年起要减半的政策压力之下，消费者的买车意愿被削弱或干脆选择延后买车。虽然现在中国车企都在加码补贴促销，但这仍然难扭转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整体的颓势。财经博主冷眼财经表示，中国电动汽车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就是产能太大，这些电动汽车生产厂家疯狂的内卷，卷的结果就是相互杀价格、压成本，最终搞得自己亏损还要生产。在这种情况之后，就看谁能扛了，扛不了多久可能就要倒闭了。所以中国未来电动汽车倒闭潮会加速的。比亚迪从之前的势头强劲变成了现在的颓势尽显，还连带着其他行业也受到影响。天塌了，又一个 4S 店退租了，比亚迪退了3600平唐镇，层高差不多有12米左右，这个是前厅的位置，给你们看一下。后面还有一个汽修的地方，这边是抽间，层高是12米不到，11米69。这么大的 4S 店又是位于上海，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忙景象。这个店面退租也可以从侧面佐证比亚迪销量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视频字幕显示，比亚迪没人了，大家都倒闭了，一中午卖了3碗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在中国民众找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仍然出现了比亚迪工厂员工大量跑路的反常现象。该视频字幕显示，矿工离职的特别多，比亚迪就是害人的厂。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